Hello， 欢迎来到巧早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实践我很久以前许下的承诺了，就是要推出烤箱版的甜甜圈做法。大概3年前吧，那时候我有分享一个就是油炸版，算是很正常的甜甜圈的做法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就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：“巧儿，拜托，可不可以出烤箱版的版本？”那我其实呢有把这些心声搁在心里面。不过这个烤箱版呢，在食谱研发上呢，的确遇到蛮多的困难。好险，最后让我试出我觉得这个很满意的配方。那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有这个草莓，非常粉嫩，然后很漂亮的口味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焦糖苹果。如果呢你想自己在家里做甜甜圈，又不想要搞得全身这样油腻腻的话，这个配方推荐给你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先声明一下，这一次烤箱版呢走的是正统路线，就是含有酵母的甜甜圈面团，所以不是蛋糕版的甜甜圈哦。它口感吃起来松软湿润，然后刚烤完有浓浓的奶油香，一点都不输油炸的，很像美式甜甜圈名店。我就不说哪一家了。因为呢是水果口味，会用到益美生机的冷冻真空干燥水果、甜心草莓跟缤纷水果。一开始先来做面团。搅拌缸内加入中筋面粉、糖、酵母、盐以及牛奶。用低速搅拌1到2分钟。那配方当中呢，还有水跟奶油，把它们加在一起，稍微加热，直到奶油融化。我是用微波大概30秒，然后温度不要太高哦，因为如果液体太烫的话，会把酵母给烫死。一开始不全部加入的原因呢，是因为面团呢会变得太湿黏，就很难打成团，所以呢一边搅拌一边慢慢的加入。然后这次的面团呢，我有刻意不放蛋，因为我实验下来发现有加蛋的面团烤完呢会容易偏硬。烤箱版甜甜圈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不把面团烤干。油炸版呢，因为它整个是进入油里面，油炸的时间呢大概只要2分钟就一定会熟了。可是用烤箱烤熟的话，它时间会大幅拉长，至少5倍，所以约10分钟左右。因此呢，在配方还有做法上都需要做点调整，尤其是面团的水分呢含量要稍微高一点，才能媲美油炸的版本，享受外酥内软的甜甜圈口感。这个面团呢，用搅拌机搅拌约6到8分钟，直到面团变光滑，底部脱离钢盆。然后你可以取部分的面团，用手指拉开来做薄膜测试，只要有产生初步的薄膜就可以了。将面团1分为2，然后各自滚圆。发酵盆内抹一点油，收口处朝下。那一个呢用正常的发酵，一个呢用冷藏发酵。今天的甜甜圈呢，会需要用在模具里面发酵跟烘烤。那因为我只有一个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要错开它们两个的发酵时间。所以一盆呢，我们用室温发酵，或是放在发酵箱里面发酵。
然后一盆呢用冷藏发酵。那室温发酵呢，大概是发酵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冷藏的话呢，就是发酵2个小时。基础发酵温度不要太高，大概28度，发酵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。如果只要发酵完成呢，用手稍微搓一下，如果那个凹洞不会回弹，就表示 OK 了。撒一点手粉，把面团呢擀成长方形，然后厚度呢不可以太薄，大概至少要0.5公分，有一点厚度。用1大1小的饼干圆模来压出甜甜圈的经典形状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就用一个杯子加上一个瓶盖来替代。然后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那个面团的面积。这整形的时候呢，有个小技巧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，就是在压的时候啊，这个1大1小的饼干模呢要一起压，这样压出来呢，甜甜圈的形状呢不容易变形，然后是最漂亮的。入模的时候，它的正面呢其实是下面，所以把面团光滑那面朝下。那我们做2次发酵，剩下的机灵面团把它们全部凑在一起，然后把它整形成一个圆形。然后刚刚切下来那个小圈圈的部分呢，也不要丢掉哦，待会还可以使用。盖上保鲜膜，进冰箱冷藏松弛至少半个小时。松弛的时间要够，不然擀的时候它会回缩。2次发酵，大概发酵40分钟到50分钟，直到它呢长得跟模具差不多高，或是高出一点点就可以。重点来咯，烤箱版的甜甜圈如何保持湿润、模拟油炸的口感，就是要刷上融化奶油，很慷慨，一盘大概用到1大匙奶油。再喷一点水，就可以准备露露咯。180度烘烤时间呢10到11分钟，时间呢不要太长，不然面团呢会容易干掉。烤到表面呈现金黄色就可以了。烘烤期间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家很爱洗澡、很爱干净的 Bagel， 他每天呢都洗澡好多次，绝对比我多次。在烤焙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第2盆的面团拿出来退冰，室温呢大概退冰个5到10分钟就可以擀开。剩下的机灵的面团啊，你全部都可以用这个小的圈圈，尽量把它们压出很多个圆形。待会呢，就可以来做花朵型的甜甜圈。第2盘的2次发酵呢，也是40到50分钟。刷上奶油，然后喷一点点水，出炉咯。稍微放凉，你可以一个一个出炉，或是呢整盘翻转出炉。
给大家看看我们烤箱版的表面，看起来呢非常的酥脆，吃起来也是哦。刷上奶油，加上喷一点水，就是这次好吃甜甜圈的关键之一。第二盘的花朵形也出炉了，还蛮可爱的吧？接下来呢，来做甜甜圈的糖霜跟装饰，有3种口味分享给大家：原味、草莓跟巧克力。巧克力的话呢，就用苦甜巧克力把它融化。草莓的部分呢，使用甜心草莓，就是冷冻真空干燥的草莓，用食物处理机或者是研磨杯把它打成草莓粉。一般的草莓干啊，没有经过冷冻真空干燥，是没办法轻易的打成粉的哦，因为它水分呢还蛮多的。看这颜色很漂亮吧？那这边呢，就是草莓糖霜的配方。糖粉内加一点草莓粉、柠檬汁、牛奶跟适量的水分，混合均匀。甜甜圈的糖霜的重点就是稠度，像现在这样呢，我觉得太稀了，所以我多加一点草莓粉，增加它的颜色，然后还有糖粉增加稠度。要拉起来呢，有这种缓缓落下来缎带的感觉，才是我们要的理想的稠度。接下来做原味香草的版本，糖粉内呢加入香草酱、融化奶油跟适量的水分。也是一样，拉起来是缓缓落下来这种缎带的样子。最后装饰时间，将甜甜圈呢进入糖霜里面，然后稍微拉起来，甩个2-3下，很梦幻的草莓甜甜圈完成。花朵型的也很好看哦。那原味的话呢，我觉得它糖霜的厚度不要太厚，就是它看起来有点半透明的状态，这样的甜度呢就会刚刚好，不会太甜。然后原味的搭配的是焦糖苹果，使用的是缤纷水果里面的冷冻真空干燥苹果。那把它进入焦糖海盐酱，那个酱的食谱啊，之前我有分享过，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的叙述内。巧克力口味，搭配的呢是香蕉干。趁巧克力还没凝固之前，把它放在甜甜圈上面固定。3种口味：草莓、焦糖苹果跟香蕉巧克力甜甜圈完成。这一次用烤的甜甜圈，目标不只有好看而已，味道跟口感都要跟油炸版一样好吃，不能妥协。一路从面团的制作、发酵、整形都是正统的做法，只有最后料理方式啊，从油炸改成烘烤，以及呢有用到甜甜圈的模具。好处是一次可以入炉6个，不需要顾炉。操作上呢快速方便，也减少在家做甜甜圈那种油腻腻的感觉，不用烦恼炸完后剩下来那个油要怎么处理。当然用烤的热量一定比较低哦。bonus 这个版本吃起来非常松软，超级好吃，给大家看看那个里面的组织。甜甜圈是常温的甜点，使用脆脆的冷冻真空干燥水果，就不用担心新鲜水果的水分会渗入到甜甜圈当中，也很适合常温保存。然后烤箱版甜甜圈啊，我觉得当天吃是最好吃的。如果吃不完的话，建议先不要沾糖霜，要吃之前回烤一下，恢复它外酥内软的口感之后，再沾糖霜一起吃。如果你喜欢本周的分享的话，别忘记帮我按赞、留言加分享，是支持我继续拍片的最好的方式。我是巧儿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